程预算做一个很大的缩减。步骤还没准备。老板，欢迎光临。耶，又是我们。因为你是那个我们整个乐土灰泥在新竹的总经销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买乐土灰泥就一定要来找你。我是这家乐土专卖店的负责人。我们公司除了提供有全系列的乐土产品之外呢，我们还有提供一些施工的服务，还有一些你们要做壁癌啊、防水啊，甚至一些表面装饰材的一些顾问一些施工 SOP 提供一些咨询，对，这我们都可以随时都可以提供。是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很幸运啊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设计我们工程宅的时候，就是想要做这乐土灰泥的这个材料，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林老板。然后林老板也很热心的，就是帮助我们。那林老板，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样的材质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像乐土灰泥适合用在哪一些材质上面？然后它跟油漆有什么不同 ？OK， 那油漆顾名思义就是漆嘛，那乐土灰泥就是一种泥嘛。那最大的差别就是油漆跟这个灰泥的厚度呢，它有明显不同。那泥巴它一定是比较厚。OK。那今年比较特别是我们乐土灰泥又拿到台湾的绿建材的标章，对，所以它使用在自己的居家环境之内呢，是又环保又美观。OK， 那乐土灰泥基本上它有4个颜色，从最常见的清水灰到水泥灰、乐土灰以及白色的灰泥，我们都有。对，那其实我们的灰泥还可以做一些颜色的变换。我们公司有提供不同的矿物的色浆，它也是对人体是环保的。对，那经过调配之后，它有不同色彩的展现。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就是原木风，他不想要水泥，感觉好像冷冷，他想要温暖的感觉，所以可以跟原木风那个无印风搭配那样子的色浆。有，我们的官网上面都有不同的色阶配方的一个资讯。对，如果有兴趣的，其实可以上我们官网看。我们就有不同颜色调配的一些配方，所以说我们东西呢可以用在很多地方。其实室内呢、室外呢，其实都可以适用。对，那最近比较流行就是有人把它做在厕所里面。对 ，OK， 那包含可能就是它不用去做一些尺寸的消除。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可以帮你整个工程预算做一个很大的缩减，因为我们知道嘛，敲砖之后还要做复原，然后做防水。那其实这是最主要我们预测的一些费用。那我们的工法其实就可以让这些费用呢，可以做一些很大幅度的缩减。对，那有兴趣的当然可以直接来找我呢。那也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我们乐土的一些施作的 SOP。对。那林老板刚刚有讲到说，像一般的水泥墙，然后瓷砖。对。然后甚至外墙的墙面都可以用。对，因为其实本身乐土灰泥呢，它这个材料其实它并不是防水材。OK， 所以其实用在不同的场域呢，有不同的表面的处理方式。OK， 那灰泥这种东西，如果说你做到家里一般墙面，其实它也可以展现出一个很细腻的质感。用手去摸，其实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光滑的质感。对。那如果说你的家里是可能坐在一些隐藏门啊。需要还是说坐在一个开关周边呢？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适合的一些表面的涂布材料，可以做一些基本的防护。那假设你要做到户外还是地板或者是预测呢？那我们有更进阶的、更全面的这个防护材料，可以让客户来选用。哇，所以我们的乐土灰泥它是可以上天下地的。是，其实包含它这东西还可以做在玻璃上面。你看一下这边，这是我们乐土的 logo， 这是玻璃。那这是我们的灰泥。您看它是不是直接可以做在上面？真的耶！是。我以为它是雕上去的，其实它只是。对，这是我们用排铁漆的，先做一些雕刻，对，做一些格式之后，然后再把它覆盖上去之后，就会这样的效果。好酷哦！是的。那今天我们要帮我们的朋友，他的新的店面，然后要做一个装潢，他想要做一个很有质感的水泥灰的墙。所以我们来找你。对，那你找我就对了。对，那我们就
一包我们的最浅颜色的水泥灰的，对。那我来准备材料喽。好，谢谢。是灰泥化妆的。耶，灰泥。耶，谢谢。那我们就出发喽。OK。耶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我们需要的工具有热土灰泥，还有油漆专用的土矾，以及慢刀、搅拌棒、1000cc 以上的量杯、遮蔽胶带、垃圾袋以及报纸，还有一个大水桶、梯子。好，我们先倒1000cc 的灰泥。再一点点，再500cc 的水，就长这样，然后就开始来搅拌它，很像那个打仗战火，有冷静一点了。平常没有在做家事就看得出来，平常没有在做家事。咪，你要不要来玩一下？很好玩哎，很有趣，有点浓稠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上次用手搅，你知道搅多久吗？这次有这个专业搅拌棒就快很多。咪，你那个搅拌的那个纹路好疗愈哦！江湖在走，片段要有。好厉害哦！我们让它搅拌到比较没有那种颗粒感，然后底下的那个灰底部的灰也让它打上来，把它打到像这样的状态，灰跟水都已经混合，然后有一点泥状就可以了。豪迈的，随性的先刮薄薄的一层，然后旁边这边有一点发霉的地方，我们的朋友是说没有关系，心意说没关系，就让它这样吧，为人比较豪迈一点。然后这个慢刀还蛮大，就是一次就可以大规模。好怀念的感觉哦！之前在做那个木星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超怀念，就是这样无止境的一直刮刮刮。要把它刮平吗？刮到有点刷平，薄的就好。对，薄薄的一层就好了。好，咪咪你来玩一下，咪你要来穿一下这个兜兜吗？刮，对，就刮。不会滴吗？不会，滴你就它滴到下面，你就把它那个涂掉就好了。噔噔，好好玩，对不对？因为觉得超简单，这样就可以开始。因为这是一个很需要艺术感还有专业度的东西。那我们这是加长版，加长版就是当然不敢跟师傅比啊，但是我们就是小资加长版嘛，就是蛮简单的。好，差不多要补料，不然你这样子没料了。像这种墙角缝缝啊，就是用慢门刀是涂不到的，所以就可以用手指头。终于我们完成了第一层，然后呢，我们目前就是先涂完一层以后，然后我们觉得现在用完一整这样子，大概3坪的墙面用完一整包5公斤的热土灰泥刚刚好。那这样子的成品，我们等到明天干了以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效果。对，期待吗？我觉得应该会很美。我们明天见喽。
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水泥灰墙的质地啊，其实不会像真正的水泥那样子是粗糙的，是会割人的那种，其实是非常平滑的，是很滑的那种，很疗愈。那即便有时候可能因为比例或者是用力不均，没有达成到这种光滑感的话呢，其实也会是一个不粗糙的感觉。那当然，其实有一些人也会选择用有它专用的防水膜漆，然后呢，其实在一层上去以后，每一个角落都会是光滑，然后带一点微微的光泽，同时呢也会有防水，因为有时候开关旁边的这样子的水泥灰墙，然后如果手湿去开关摸到墙的话，是会可能让那个水泥灰的颜色变深的。明明我想问你哦，就是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布置这样的一个空间？因为之前有看过你有布置过很多共生宅，然后就觉得像客厅啊，或者是房间有一面这样的墙，就觉得很有气氛，很加分啊，很加分。就比起一些白墙或又跟我们平常壁纸又不一样的感觉。那mini这样子的，你这样空间规划，你之后要做什么样子？这边原本就打算是休息室，对啊，就是可以让你自己放松的感觉。对啊，所以做完之后我已经开始放松，很放松，对，很舒服啊。对，那你接下来要在那边干嘛？休息啊，休息。对啊，然后可能有时候很忙的，就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对，当自己可以累死的时候 ，OK， 在这边可以那个滑手机，然后睡个午觉，然后之后再弄个投影。对，这边刚好有很慵懒的下班时看电影，超棒的。对，好，那mini那时候你看到，就是你在一开始看到这个墙，然后跟现在做完整个布置以后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感觉很感动，因为原本是白色的，然后还有一点发霉。就很像废墟的感觉，然后所以我才说，不然我们走一点工业风好了，就是问婆婆说，这面墙水泥漆有没有推荐？对啊，就是真的给我上水，我以为是像刷油漆那么简单，是真的还要搅拌水泥啊，然后一个一个刷上去，一层一层的，觉得哇，这我漆的有成就感，很有成就感。对啊，这质感也非常特别的。那你会觉得，其实这道墙是等于是我们一起做的，你也参与在其中，而且我算是我之前有练习，你只是完全没有做过，对不对？完全小白。那你觉得会不会觉得很难？不会，我觉得步骤还蛮简单，比例也不会太复杂。对啊，所以然后你有在旁边指导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其实过程蛮简单的，是蛮简单的。对，我没有想象中那么难，不然看文字热等就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啊，然后要怎么做啊，步骤比例那些就很复杂的感觉。对，所以看你手把手教完，我觉得其实很简单，就可以看你又寻找其他面墙也要是不是？问一下你的合伙人啊，然后或者是你的其他朋友来看了以后有没有什么？有啊，我刚刚有传照片给他们看，他们说看有够漂亮。就是跟我们原本看到想象中的差别，对啊，就漆完以后就有点工业风，然后家具摆一摆，还蛮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这样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因为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都是勤俭持家之人，这些所有的家具配件加起来就是很便宜，CP 值很高，CP 值超高。对啊，他们说沙发，我想说这只可能要1-2千块吧。你买一张沙发的钱，我就帮你把全部都包好。对啊，很神奇，很神奇哦。好，对，适合我们这样小资主耶，自己 DIY 布置的。好，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跟我们分享？就是可以自己动手做看，不用包给师傅啊。他们说这包给师傅可能要1万5吧，我就可以省下来的钱可以再布置其他的东西的。好，其实我们如果有预算的话，当然是就是交给专业的师傅也是蛮好的一件事。只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个预算要用在很多地方，所以预算是1咪
咪，但是又想要完成这样子的梦想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平衡。试着 DIY 看看，是大不了失败了再请师傅来，知道吗？这也是个方法，对啊，如果自己弄巧成拙，又蛮有成就感的，搞不好自己变师傅，也可以，掌声鼓励。对。